大家好，我就是吐槽烂片250解说电影这虎的老车。最近嘛，有很多朋友非要让我看一部剧，就是最近芒果台新上的《我的人间烟火》。说实话，对于这种我打眼一瞅就是职业批评剧的作品，老车向来是没什么好感。可以这么说，用咱们东北的俚语来形容这类剧呢，那就是看人拉屎屁眼子刺挠。就是啥题材火了，也不管自己会不会拍，能不能拍，反正就是照猫画虎的先把剧给拍出来，只要是能分点观众和票房咋的都行。从一开始《甄嬛传》的时候就是清宫剧火了，这家伙就全都去拍清宫剧去，什么《如懿传》《延禧攻略》上时的全来了。最后直到咱们于大超于妈因为剽窃被行业内100多个从业者抵制之后，好了，这家都不拍了。但谁成想紧接着以《欢乐颂》为首的群像剧大热了，马上又有一堆人跳出来开始跟风了，什么二十不惑、30而已、北辙南辕。最后咱们堂主一看这剧你们能拍我也能拍呀，然后就弄出来个东八区，刚上线没2天就让全网给喷下架了。好了，这下也都老实了，群像剧也没人拍了。之后就是断断续续的开始坏各种职业剧，什么律师、检察官、国安、卧底、医生、警察、特种兵、航天员，挨个给你坏一遍。最后一看就差消防题材没人拍了，那好，这下什么照亮你、惊天救援、烈火英雄、你好火焰蓝全来了。直到咱们端王这回的我的人间烟火被全网骂，我估计这后面又能消停一阵子了。为啥这么说呢？你像之前无论是咱们蜜姐的暴风眼还是热巴的攻速，虽然说剧情逻辑有问题，但至少在专业性上你挑不出太多毛病。我看有很多人在网上说这剧什么女主不仅恋爱脑还利己主义，男主交个女友还给他玩灭火器。不过说实话，这些剧情老车还真就没看着。当然我倒不是说这剧没有啊，而是在我还没等看到这些剧情的时候，这剧的情节就已经漏洞百出了，甚至多的我一集节目都吐槽不完了。这样咱们今天吧就平铺直叙的来说说这剧的问题，也好让大伙了解一下他这剧到底讲了个什么事儿。首先开头，相信看过井柏然的《归路》和端王的上一部《你是我的荣耀》的朋友对这戏应该都不陌生，其实就是时隔多年的2个青梅竹马突然有一天偶遇要破镜重圆的戏码。咱们男主端哥呢，虽然家境一般，但好在经过多年努力，成功的当上了消防站的站长。而女主小许这边呢，由于从小父母双亡，就被他父亲一个比较阔的战友家给收养了。然后留学回来后，就一直在一家医院的急诊科里当大夫。可能看到这儿，大伙也差不多明白后面的剧情走向了，无非就是借工作之便，然后好谈情说爱的剧本套路。不过吧，这些都无所谓，我也不打算吐槽你这老套的感情线。你看，既然你非要拿严肃的消防题材来往自己的剧情上贴金，那么咱们就从消防的角度来看看你拍的这玩意儿到底经不经得起推敲。首先呢，咱们先来观摩一下剧中男主所属消防站的训练啊。这不，通过剧中这位基层消防员的口述得知，男主所在消防站训练的合格标准不仅比本市其他站的优秀标准还高，而且做不合格还要受惩罚。说实话，你这剧情太扯淡了。我就想知道，一个市的消防站怎么可能有2套训练标准呢？众所周知，18年改制之后，消防站就已经划归到应急管理部进行统一管理了。从消防界去年期刊发布的全国统一训练标准上，你也能印证这点。即便各地区存在着少数的差异，也不可能存在一个市区内有2套训练标准的情况。说白了，训练标准都是总部按照各个年龄段的体能去制定的。你说你随意提高训练强度，别说消防员了，部队都不让你这么干呢。因为这种高于标准强度的训练，不仅会对消防员的身心造成损害，如果要是因为训练把身体弄伤了，它也影响你平时出任务啊。结果没想到咱们男主端哥这边呢，完全不以为然，是吧？人家消防员质疑他制定的训练标准，说他这玩意儿不科学，22秒太难了。结果咱们端哥一听，马上就不乐意了，这家伙直接给大伙表演了一段许三多附体。19秒88，这还不是站长最好成绩。前年全省大比武，这个科目18秒5这个记录就是站长破的。这样咱们吧也不纠结他这玩意儿到底符不符合专业标准了。我就想问问咱们端哥啊，
你说你给大伙演示一遍的意义到底是啥呢？咋的？你能做到，你能破纪录，就代表所有人都得按照你这个标准来呗？真的，如果要是个人拉出来都比你强的话，那你告诉我为啥要选你当站长？咋的？就图你长得帅就端王啊？真的，这情节逻辑相当于啥呢？刘翔在08奥运会上跑了12秒88，然后平时训练基层运动员的时候呢，你要是跑的不和刘翔差不多，那你就是不合格，而且还得做惩罚。真的，就他这种逻辑你都无法理解。说白了，你能让一个新来的消防员去和一个训练多年的老兵比吗？没告诉你们，我要是这个新来的消防员，我就直接向有关部门举报，就说你私自篡改国家训练标准，体罚消防员，你看看到时候有没有人管你就完了。当然，这剧最要命的还不是训练。不信咱们再来看看男主端哥这边是怎么出去执行任务的啊。这不，剧里说市里有一处老居民楼发生火灾，并且在里面还发现了被困人员，于是咱们端哥就马上奔赴了现场。结果就在距离火灾现场500米的时候，突然被一辆跑车挡住了去路。而此时当地社区的工作人员和最先到达的消防员都说这车主联系不上，也不接电话。本来我寻思以男主的睿智和果断，这件事其实很好解决呀，不就是一个车吗？结果没想到咱们这位爷可倒好，什么招越笨就越用什么招。行啊，不先等上升平地，都快下来，牵车，牵车。等会儿，先让我捋一捋啊！哎，我记得消防队不是很早的时候就都配备移车器了吗？你也没必要直接掀车呀，咋的？你这是发生在50年前的事儿啊！再说了，就算你没有移车器，你车上咋的还没电锯啊？我看你后面锯形不锯的挺宽的吗？说白了，把车前头这棵细的树一锯，把车直接塞到这空里边，这事儿不就解决了吗？又不是这条路只能通过一个车，这后面这棵树和路边是掐齐的，剧中你没砍掉后面这棵树，你不也过去了吗？所以不存在这车塞进去你还过不去一说。这家伙还何必让人家投诉你赔钱呢？你告诉我，锯树和掀车哪个更费劲？真的，你这男主不净干的没脑子的活吗？当然，如果男主还仅仅是蠢的话，我也就不说啥了。这不，好不容易消防车赶到了火灾现场，结果一看这楼，我傻眼了，一个装混结构的4层老楼，并且还有露天楼道和阳台，然后还能做到挨家挨户的着火，里面还能有人被困住。真的，这现场一般的导演和编剧都编不出来。你想想，如果能做到挨家挨户的着火，烧成这个德行，咱就算是电路着火，而且是所有电路全着火，真的没有半个小时，我估计都达不到这个效果。你就说吧，你这半个小时是怎么开的车？或者说这半个小时楼里就没有一个人报警呗？而且你这也不像是电路着火呀。你想想，如果是电路着火的话，你告诉我护栏外面的被子是怎么着的火？咋的？民众闲的没事把电线接被子里了？而且这种细节你拍不明白我也认了，那你救人你总得救的专业点吧？这不，男主在一间屋子里发现一个小孩，于是就打算带着小孩出去，结果刚到门口也不知道怎么就那么巧，一瓶白酒掉地上，直接就把火给整大了。最主要的还是引起了屋子里的爆炸。本来吧，我寻思以男主的经验，直接从阳台上用云梯把小孩顺下去也就得了，毕竟屋里着火也没有氧气，从阳台用云梯顺下去，小孩也不至于窒息。结果没想到咱们端哥可倒好，直接从火场里走楼梯下来了。你说你走下来就走下来吧，好歹给小孩戴点氧气面罩啊。当然，有的朋友会说，给小孩戴男主不就中毒了吗？哎，您这就有所不知了。在消防员进入火场的时候，他的氧气瓶上都会给受困者预留出多余的氧气面罩。大伙不信，可以根据扬州消防的官方账号所发布的视频，就能看着给咱们受困者预留出的多余面罩，它是直接串联在消防员的氧气瓶上的。所以剧中这种直接从浓烟里不给小孩戴面罩就跑出来了，这纯是扯淡，都不是我说话难听。要是按照男主这方式在火场救人，这小孩只有一种下场。要我说，就男主这水平都能当站长的话，我估计咱们大伙都能当。说白了，咱最起码干活不用死脑筋呢。真的，我看这样，你要不把站长的位置让出来，让我们大伙竞标得了。这体面的工作你干不明白，我们大伙替你干。
当然，如果要说男主在这里面最蠢吧，也不太公平，因为你要把他和女主一对比起来，女主的蠢都已经到了我能笑出声的临界点了。这不说他们这地方呢，有一天突然下大雨，结果咱们女主开车回家，正好就路过一个下沉隧道。你说按道理来讲，如果你看见这一隧道的水，你会闭着眼睛往里面开吗？我讲，但凡脑子里面装的不是玻尿酸，你也不会往里面开吧？结果你看咱们剧中这位姐们儿，真的就差把油门踩进油箱了，最后到底进去车熄火了。其实吧，这倒也没啥，你直接下车就得了。哎，结果也不知道怎么就那么巧，正好后面来了一个车，把他车门撞得开不开了。反正他这个角度是怎么撞的，咱也不知道。像那个主驾驶的车门开不开，你直接跑到副驾驶这边开开不就得了吗？长得活人还能让尿给憋死啊？哎，可没想到他还真就差点让人给憋死。人家是既不去副驾，也不去后排，就死守在主驾这边。反正咱也不知道他是要给别人占座啊，还是要给自己守灵啊。而且你不去后排和副驾我也认了，你说你好歹把天窗给打开呀。哎，结果人家就不打。可以说接下来女主的操作直接蠢出了极致，在车里直接给119打上电话了。真的，先不说你这边溜车的事儿，我问问这消防车赶到你这边咋的不需要时间呢？你说本来能自救的东西，你先从天窗爬出来再打119也来得及呀。结果到底把车里的供电给拖短路了，差点把自己给憋死在里边。当然以男主的主角光环，指定不能让他在里面领盒饭。于是咱们男主在水中以一己之力直接把车给推上来了。反正咱也不知道男主是好客附体了，还是吃了万艾可了。总之最后是把女主给弄出来了。真的，就这剧情我实在是想不出什么好词来形容它。就这我还是仅仅就看了3集。要我说，就这类打着严肃题材招摇撞骗的批评剧，你看着吧，早晚有一天得阴沟里翻船，和东八区延禧攻略一个下场。不信咱们就拭目以待。行了，咱们今天就侃到这儿吧。我是老车，咱们下期再见。